美国神婆朱迪·海文利2024年最新预言提到了具体的事件和人物。他预言2024年美国状况不太妙，还提到了中国。朱迪到底说了什么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据说朱迪·海文利从小跟着父亲在非洲从事丧葬行业，接触了很多死者的灵魂，再加上他特有的天赋，所以拥有强大的通灵能力。同时，朱迪还拥有遥视能力，可以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。最初，朱迪并不清楚这是什么能力，直到他35岁参军时，通过遥视能力看到战友被敌人一网打尽，而这一切又真实发生后，他才清楚自己的能力有多么强大。于是，在从军队退役后，朱迪·海文利通过自己的能力走上了预言师之路，一时之间声名大噪。之前朱迪·海文利成功预言了英国女王去世、俄乌战争、巴以冲突以及各国政府首脑人选等等大事，还有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诸多事情。那么对于2024年，朱迪又做了哪些预言呢？朱迪的最新预言是在2023年12月13日发布的，预测内容大体分为世界、美国、英国皇室、娱乐、经济、科技、体育、灾难和健康几大类。接下来我们就对其中重要的预测一一讲解分析。但讲解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，预言未经科学证明，当故事听听即可。关于美国，朱迪表示，拜登在2024年初会遭遇危机，因为经济、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导致拜登民调支持率下降。不过这一形势在年中会有变化。同时，他看到特朗普和拜登角逐的可能性，但由于美国经济、犯罪和政治分歧严重，选民可能会选择新的领导人来带领美国。同时，朱迪还预测，拜登和特朗普都会出现健康问题，但两者都坚持参加竞选。为了赢得大选，民主党打算开通非法移民获取公民身份的渠道，以此拉取选票。另外，共和党因为禁止堕胎法案可能会失去一些选票。另外，朱迪还提到，在美国大选之际，俄罗斯、伊朗等国家都可能对美国进行新的电子干扰。除了对于政治的预测，朱迪还提到，美国2024年的电力问题十分严重，东海岸会频繁出现大面积停电现象。而因为纽约、芝加哥、华盛顿等地的枪击事件，美国国会会大力推动枪支安全立法，只可惜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。同时，朱迪看到在2024年，帐篷成为城市中的风景线，这是因为无家可归的人大大增加，这些人将化身为犯罪团伙，冲进商场和便利店进行零元购，很多知名品牌和公司都会因犯罪率太高而关闭。除了犯罪，朱迪还预言美国还将面临恐怖袭击，在知名体育赛事上或者机场中都会有无人机袭击的威胁，而纽约、华盛顿、巴黎、伦敦和加拿大都会发生针对美国人的恐怖袭击。当然，2024对于美国也有好事，比如美国会出现无车城市，对环境有极大改善。那么美国之后，对于世界，朱迪又做了哪些预言呢？朱迪·海文利预言，2024年全球或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，经济迎来巨大挑战，但东方大国或幸免于难。他还预言日本或再度发生领导人遇刺事件。朱迪通过遥视能力和汇总的信息，对2024年做出多项预言。他看到2024年全球经济都面临巨大挑战，中国也是有起有落，但由于制定了正确计划，使得中国避免了经济衰退，而中国的房地产建设过度问题则被其良好的经济增长克服。总体来说，在朱迪的预测中，中国仍然是一片投资热土。对于那些信任朱迪的海外商业巨鳄来说，这一预测或将使他们坚定对中国的投资。另外，朱迪还看到中国零售商在时尚行业发展迅速，国外相关企业会因此受益。除了中国，朱迪还对很多国家做出预测，比如他预测英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较差，将陷入衰退期。但奇怪的是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，一个新的迪士尼乐园却在英国开业，这其中的关系有些奇妙。另外，日本的经济也出现变化，因为旅游业和汽车出口的复苏，日本经济出现一定的增长。同时，日本的年轻企业家们将着手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家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安倍晋三被暗杀后，朱迪·海文利连续2年预测会有领导人遭遇暗杀，2024年同样如此。而且2024年在全球会发生很多恐怖袭击，包括德国、法国、纽约、伦敦，甚至会出现飞机被劫持的事件。事实上，越是动荡和战争时期，恐怖袭击的活动就越多，而造成动荡和战争的根源则是恐怖袭击的目标。所以恐怖袭击的发生地一般都是西方那几个固定的国家。之后，朱迪又对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任免做出了预测，比如墨西哥大选中，克劳迪亚·辛鲍姆获得胜利，他将以更
更开放的态度执政，并改善环境问题。而印度则依旧是莫迪当选，因为他的人气足够强大，没有人可以与莫迪抗衡。再加上印度经济增长明显，技术改革政策行之有效，都为莫迪赢得大量选票。莫迪在印度总统的位置上可谓是老而弥坚。同样拥有超长任期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。根据朱迪的预测，普京也会在2024年完成连任，这将使得俄乌战争继续延续。除此之外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·萨尔塞西会第3次当选总统，而伊朗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·哈梅内伊因为年事已高，所以他准备将次子莫吉塔巴扶持起来，以继承他的教权统治地位。当然，以上都是朱迪大量预测中的一部分，详细内容大家可以自己了解。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就是朱迪对于灾难、科技、娱乐等领域的预测。美国神婆预言几乎全中，他预言2024将是相对平和的一年，但美国的情况或许不太美妙。他到底说了什么？朱迪海文利首先提及了疫情，他表示病毒的变体会继续影响世界，只不过毒性相对缓和，已经不会对人类造成太大冲击。而奇怪的天气会在2024年发生，因为太阳活动越来越频繁，太阳风暴的能量越来越大，或许会导致很多国家的通信系统中断，互联网莫名其妙发生故障。另外，朱迪预测美国很多州都会遭遇洪灾，由于灾区无法自己解决问题，美国各地都在举行捐款。可见2024年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太妙，或许是因为身处美国，朱迪对美国的灾难预测非常多，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、佛罗里达都会发生大风和潮汐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也会出现这一灾难，而洛杉矶、旧金山、墨西哥、阿拉斯加、日本和新西兰会发生5.8级以上地震。朱迪对地震的预测着实有些投机取巧，毕竟这些地区位于地震带，每年都会发生多次地震。让人欣慰的是，朱迪对2024年灾难的预测也到此为止了，这与过去几年的大篇幅预测着实减少了很多。或许2024真是一个和平年份。随后，朱迪对体育事件进行预测，他看到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最多金牌，中国队次之，巴黎队作为东道主位居第3。奥运会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，大家到时候可以注意一下，看看朱迪的预测是否准确。随后他看到会有很多美国富人去投资海外足球队，当然这里的海外不包括中国，原因我们懂的，而是英超联赛和其他联赛，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。另外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建设一个超级赌城度假村，以此和拉斯维加斯、澳门和摩纳哥竞争，成为富人的又一个销金窟。此外，朱迪还对2024年的科技进行预测，他看到中国成功发射嫦娥6号，而美国则再次登月成功。这一次，美国把一名女性送上了月球。其实，中国嫦娥6号升空，大家不会意外，毕竟中国一般不会放鸽子。但美国的再次登月计划一推再推，朱迪的这一预测很有打脸的风险。随后，朱迪又预测美国的推特很可能会宣布破产。然而，作为一款拥有几十亿用户的全球性软件，其破产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而对于中国，他看到抖音正在对微信发起挑战，因为字节跳动推出了一款聊天盒软件，并将人工智能应用其中，或许会分流大量即时通信的用户。在海外，字节跳动的动作也很大，他设计了一款搜索引擎和谷歌竞争，得到很多人的认可。可以说，朱迪海文利对于2024年做出了不少具体的预言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当故事听听即可。我们到2024年年末再来核对这些预言的答案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